时事热点、新闻观察，在这里每天一个犀利观点，带您感受大国看世界。在开始之前，麻烦您点击订阅按钮和小铃铛。人人开豪车、家家住别墅的华西村突然变天了。几天前，一段华西村民冒雨排队取钱的视频在网络上疯传。有村民表示，2月24日起，华西集团入股分红突然从30%降为0.5%，原因不明，引起村民恐慌，随即发生冒雨排队兑付的情况。随后，华西村党委发言人回应称，视频内容属实，主要是外面的引资款到期兑付，因一些坊间传言引发挤兑，华西资金充足，兑付没问题。但原本30%的分红说没就没，当初20万入股，3年后本该拿到6万的分红，却变成了1000元利息，都没银行存款高的巨大落差，华西村却没有人给出任何解释。华西村或许真还没到濒临破产的境地，但曾经如雷贯耳的天下第一村早已锈迹斑斑，却是不争的事实。天下第一村的辉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全因华西村的荣耀都跟一个牛人分不开，他就是吴仁宝，几乎靠一己之力将华西村送上神坛。在吴仁宝还没当上华西村书记前，华西村是当地远近闻名的穷地方。有打油诗是这么说的：一场大雨白茫茫，半月无雨苗枯黄，人均日产半斤粮，有女不嫁华西郎，可见华西村有多不受待见。1961年，吴仁宝带领全村人开启了一场惊天动地的逆袭之路。在各地农村都还在纠结责任田的时候，吴仁宝一手抓农业，一手搞工业复产，偷偷开办了一个小五金厂，利用价格双轨制掘到了第一桶金，正式走出了一条只属于华西村的独特发展模式。1978年后，农村包产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开始推行，吴仁宝却顶住压力，号召村民不要分家自个种地，这样才能集中力量干大事。有吴仁宝这样踩准时代脉搏的掌舵人，华西村才能一飞冲天，奠定天下第一村的根基。在钢铁、烟草长期都是垄断行业的背景下，这两大产业却成了华西村崛起的支柱产业。在鼎盛的2008年，华西钢铁收入近300亿，对集团收入贡献比超过66%。在华西村取代安徽小岗村，成为全国农村新的模范生后，吴仁宝又敏锐地发现了旅游这一商机，并成功将其打造成了华西村又一支柱产业。在这一时期，华西村投资建设了全国最大单体酒店高328米的龙溪国际大酒店，拥有亚洲最大的旋转餐厅，并长期在中国摩天大楼排行榜上占据一席之地，迄今仍是中国农村中绝无仅有的建筑。巅峰时期的华西村旅游产业，打造知名景点80多处，每年接待的游客数量超过250万人。在吴仁宝的带领下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，华西村幼儿园入托，小学到高中学费全免，社员理发、洗澡不花钱，蔬菜免费供应。90年代，华西村在全国拥有40多项全国第一，包括第一个别墅村、轿车村、彩电村、计算机村等，家家户户住上了别墅，开上了豪车。但这一切传奇都随着这个传奇人物在2013年去世后开始急转直下。时代变了，华西村却没变。接棒吴仁宝的是他的儿子吴协恩，但此时的市场环境早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当新经济来了，曾经带给华西村辉煌的主业一个个日薄西山，钢铁面临去产能，纺织业有环境整治，旅游也成了空有名声不赚钱的摊子。但华西村第二代掌门人却放出老书记搞实业，我搞资本的豪言，想利用资本投资带领华西村重返巅峰。只可惜事与愿违，华西集团涉足各类金融业态，融资担保、便当、小贷公司，还把业务拓展到国外，看到什么热就搞什么，房地产也搞，更搞起了自己不熟悉的海运业务，但几乎都以亏损收场，一个个都成了难以收拾的烂摊子。巨资投资的优拜单车早就破产被人遗忘。重金收购稠州银行，也面临流产的命运。2016年，有媒体披露，华西村在当年第一季度负债高达389亿，资产负债率68.78%。人们才猛然发觉，财大气粗的华西村居然已经负债累累。外界此时也开始重新审视这个风采不再的模范生，原来集体所有企业掩盖之下，是一个家族企业，别墅产权是村里的，豪车也是，都不是村民自己的。成也无人保，败也无人保，真是创业容易，守业难。从老干妈到华西村，一个个中国叱咤世界的企业都面临接班人问题，而造成多年积累的品牌难以维系的危机。没有人希望华西村倒下，
即便它有很多问题，我们也只是出于对好不容易做起来的中国名牌的关心。毕竟作为一个家族企业，很难逃得开富不过3代的铁律，特别是第2代就已磕磕绊绊。美国布鲁克林家族企业研究院的研究表明，约70%的家族企业未能传到下一代，88%未能传到第3代，只有3%在第4代及以后还在经营。在中国，这类问题更加明显。最常见的家族企业史就是这样：第1代白手起家，艰苦创业；第2代固本守旧，艰难维持；在下一代坐吃山空，家道中落。中国家族企业平均寿命只有24年，刚好同创始人的工作年限相当。要知道，当初任正非为了改变华为的家族企业因子，花了40亿巨资向 IBM 拜师，历时5年才练就了如今高效的企业管理模式，为驰骋全球奠定重要基础。对中国企业家来说，没有永远成功的企业，也没有一种模式是永恒的。哪怕再大的商业帝国，也要学会居安思危，更要懂得顺势应势。千万别忘了，没有华西村的时代，只有时代的华西村。